历经沧桑归来，仍是阳光开朗大男孩。完美小熊萌兰到底有多治愈人心？虽然萌兰遗传了父母的高颜值，凭借完美的公仔脸俘获一大批粉丝，然而了解萌萌儿的过往后才知道，颜值是她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。萌兰1岁多被交由干妈柯林照顾，但由于柯林奶水不足，还要同时带4只仔，被缠得烦了就会拒绝她的喝奶请求，甚至还曾失手把萌儿推下木架。懂事的萌兰没有责怪干妈，而是假装没事熊一样拿着树枝啃。最后饥饿难耐的她只好偷吃干妈的窝头，哪怕全都粘在了上牙膛，也不舍得丢弃。没过多久，萌儿搬到幼年园生活，凭借开朗仗义、聪明果敢的性格，收获了小伙伴以及饲养员的喜爱。当看到好兄弟庆大被卡住时，萌兰会第一时间出手把他解救出来，还暖心的抬手摸摸庆大，安抚他，一整个有担当、有责任感的老大哥。当发姑奶爸抱着萌兰去玩耍时，小熊精会对对方的话句句有回应，哪怕奶爸曝光自己的体重也不生气。60多斤了。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哎，胖儿。胖儿。胖儿。萌儿。不得不说，萌兰真的是天使小熊。因为担心自己回家晚了，谭爷爷担心萌儿踩着风火轮飞去往家里赶，期间还不忘一句一句的回应谭爷爷。萌儿嘞，萌儿嘞，萌儿嘞。世界破破烂烂，萌兰缝缝补补。她不仅治愈着小伙伴和饲养员们，也同样在治愈着这世间万物。虽然自己的食物经常被麻雀偷吃，可萌兰非但没有赶走小家伙们，甚至还把它们养了起来。哇，它真的掉好多啊！养鸟了。而在萌兰长期的悉心照顾下，小麻雀也是成功胖成了走地鸡。果真是谁养的孩子就像谁，这圆墩墩的身材和萌兰一模一样，并且面对远道而来看望自己的游客，萌儿同样怀揣着最大的善意。要知道，萌兰从小就不喜欢水，下雨时还会找个树洞小心翼翼躲进去。但当萌儿外出营业遇到大雨时，担心远道而来的游客见不到她会失望，她拿起窝头躲在竹子下坚持营业。下班后察觉到游客仍依依不舍，已经回屋的萌兰突然折回给大家惊喜，摇头晃脑的她成功拿捏姨姨们的心。不得不说，萌儿是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。其实萌兰治愈的不仅是身边事物，也是在治愈曾经的自己。萌儿不仅不到1岁就离开了妈妈，还是熊猫圈首只患上慢性骨髓炎的小熊。如果不是粉丝们的奔走相告，恐怕也不会有如今阳光开朗的3太子。可见萌兰和猫粉一直是双向奔赴，而如此懂事暖心的小熊也值得我们喜爱。终于找到大熊猫掌握人类语言的证据。没想到其他小熊还在动作表达诉求时，花花已经能和谭爷爷一问一答了，奶里奶气又带着四川风味的口音，一整个萌化了姨姨们的心巴。其实花花很久之前就会喊爷爷，好家伙，感觉过不了多久，花花就能自己拿话筒开记者发布会了。而成大不光会用娃换盆盆奶喝，还会在奶爸没有满足他的要求时，小嘴抹了蜜似的骂骂咧咧。感觉成大要是能和花花一样字正腔圆，估计陈奶爸能被他骂得痛哭流涕。这天，美奶妈好心给成大端来了一碗水，谁料从睡梦惊醒的成大却耍起了小脾气，骂骂咧咧的跟美奶妈吵了起来。美奶妈只不过抱怨了几句，成大就直接把水盆掀翻并带走了，非得美奶妈道歉才肯还回来，这简直是要成精的节奏。此外，萌兰也会跟发姑奶爸一问一答，甜甜的小奶音一整个击中姨姨的心巴。60多斤了。都说在东北谁都不能把话掉地上，就连我们的国宝大熊猫也不例外，他们很多都已经实现了无障碍交流。当被游客询问是初心还是暮云时，小家伙头也不回水灵灵的回应道：这暮云还初心呢？初心呢？而当奶妈让初心喊她的小姐妹回家时，小家伙立马起身运用丹田之气大喊：暮云呢？把暮云喊回来，把暮云喊回来吧。不是说好了建国后不许成精，怎么滚滚们的语言天赋总能刷新人类认知？而另一位语言大师金虎同样成了精了。奶妈换了新发型，要求好大儿点评一下，没曾想金虎仗着自己国宝身份，竟说大实话，说我的新发型好看。但凡对面的人换成萌妹飞云，大胡子都不敢这么嚣张。当奶妈给金虎介绍新女友喜乐妹妹时，一听对方也是妙音的妹妹，她兴奋极了，急切的要奶妈赶紧去帮自己提亲。喜乐妹妹可漂亮了。
是妙音的妹妹哟。估计此刻金虎都想好未来孩子的名字了。然而奶妈可没让好黛儿做这么久的梦，一句喜乐也是飞云的妹妹，吓得她瞬间沉默。还是美国飞云的妹妹，着急吗？只能说这哪里是介绍对象，分明是想让金虎绝后。胡子不光跟奶妈唠嗑，还跟游客唠嗑，但胆小的他被吓到跑到树上躲着时，都不忘嗯嗯叫的回应游客的话。放心虎啊，没事的啊，放心了，乖乖，没事啊，我们都在这儿呢。啊，别人可以打了。啊，虎乖啊，没事。不得不说，金虎真是名副其实的话痨，不管和谁都能唠两句。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成精的大熊猫呢？看到奶爸近身照顾刚生产后的一场，才明白熊猫和饲养员的双向奔赴有多感人。小满，小姐，因为一畅产下的是双胞胎幼崽，为了2个孩子都能健康长大，陈奶爸需要近身取一畅的母乳，喂给育幼室里嗷嗷待哺的大崽。只见奶爸仔仔细细给手消毒后，端着熊孩子最爱的蜂蜜进入产房，将周围的竹子全部清理出去后，便开始一人喂蜂蜜，一人采奶。尽管待宰母猫有很强的领地意识，但一畅却相信奶爸不会伤害自己，一直安静坐在角落配合对方采奶。期间一畅还傲娇地抬起小脑袋，仿佛在说看我乖不乖，赶紧夸夸我。王奶爸心领神会，温柔地抚摸一畅，双向奔赴的感情令人倍感治愈。然而当一畅生产半个月，奶爸照常打扫产房卫生时，他突然焦躁地冲着对方怒吼，还做出带有攻击性的举动。陈奶爸见状赶紧退出产房外，并不停呼唤一畅的名字安抚他。随后奶爸来到监控室寻找原因，震惊地发现一畅坐过的地方有血迹，甚至出现了令人心惊的红色异物。陈奶爸担心一畅身体出现问题，赶紧马不停蹄地赶回内舍查看，并通知兽医团队给孩子做检查。兽医团队决定对异物取样化验，分析是否存在感染的风险。等待结果期间，奶爸的心始终悬着，时刻守在监控室盯着一畅的情况。好在不久后血迹现象开始减少，而兽医也告知检查结果并无异常，应该只是正常的产后现象。奶爸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。这个猫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就是从目前来看，就是我们后面还是继续观察嘛，然后待会儿我们也会再来看一下。应该是没问题哈。对。好的。随后奶爸高兴地去准备营养加餐，将一畅爱吃的窝头胡萝卜切成小块，像照顾自家闺女一样亲自喂到嘴边。一畅也在奶爸的照顾下很快恢复健康，因为要同时照顾2只熊猫幼崽，奶爸担心畅妹的营养跟不上，于是将钙片塞进苹果块里喂给她。看着一畅意犹未尽的小模样，奶爸无奈地举起盘子让闺女确认，满满的宠溺简直要溢出屏幕。然而美好的日子总会有结束的时候，为了将房间腾给有繁育计划的小熊，一畅要带着孩子前往避风峡暂居。离别之际，奶爸内心分外不舍。小妹儿，你马上要走了，乖乖，你看你马上要到延安去了，你认得到我不嘛？乖乖，你还认得到我不？你还认得我不嘛？啊，那给你个吃的。我给把眼儿戴好哈。但纵有万般不舍，也不得不放手。奶爸强颜欢笑，和一畅拍下最后的合照，亲手关上笼门，并把闺女送上转运车。虽然奶爸不能再陪在一畅身边，但相信所有分离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，而双向奔赴的感情也足以温暖时光。